你相信人能死而复生吗？1888年，考古学家发现古埃及亡灵书竟然记录了一整套复活系统，堪称地狱通关手册。书中记载，只要进入地狱的人通关成功，那么他就能死而复生。那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我们熟知的木乃伊在其中又起着什么作用呢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古代埃及人认为，宇宙最初只是一片混沌的水，在这水之中生活着一位叫努恩的神灵。努恩雌雄同体，因而自己孕育出来了埃及的第一位太阳神拉。在这之后，努恩就隐匿了。拉觉得自己一个神在世间实在是太无聊，于是就发展出了雨水之神、空气之神等。可神奇的是，这两个神一出现，就对这原始水非常感兴趣，直接就往水里蹦。可怜的拉好不容易有了伴，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跳进水中，心痛到不行，甚至就坐在水边大哭。这一哭可不得了，拉的每一滴泪水掉下来之后，都变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人类出现之后，雨水之神和空气之神也从水里出来了。在众神的努力结合之下，神灵谱系越发的壮大。按道理来说，神灵越来越多，拉应该感到高兴，可是他却日渐不安，因为拉预感到自己的孙辈可能会出现一位众神之王，而这个众神之王极有可能杀死自己。为了不让这一情况发生，拉就禁止众生繁衍。可众所周知，越是被禁止的事情，就越有可能发生。天空之神和大地之神就违背了禁止，私自繁衍出了4位神灵，分别是奥西里斯、赛特、艾西斯、奈夫蒂斯。其中奥西里斯就是拉所忌惮的众神之王，也正是他结束了旧神的统治时代。然而新神时代的到来，反而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的混乱。奥西里斯独受女神们的青睐，惹得兄弟赛特非常的不爽，于是为了争得女神们的宠爱，赛特与奥西里斯就开展了一场斗争。而在这场斗争中，奥西里斯不幸落败，并坠入冥界。来到冥界的奥西里斯不甘心就此失败，于是就造出了死神。死神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让奥西里斯复活，随后便对赛特进行了一场复仇。此时的赛特正主管着人间，享受着女神们的拥护，于是死神便利用自己强大的威慑力，迫使其中一位女神帮助自己争夺人间的主导权。几番明争暗斗之后，死神总算是赢得了上风，替奥西里斯报了仇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既然奥西里斯都复活了，为什么不自己去复仇，非要让死神帮忙呢？这是因为奥西里斯虽然复活了，但整个复活的时间却只有1个晚上。如果在天亮之前，奥西里斯还没有回到冥界，那么他将会永远消散于宇宙之中。而这就是埃及神话中的复活术。可能大家会疑问，就1个晚上也算得上是复活术吗？在古埃及人看来，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去往了冥界，那么他就归属于冥界了，而只要肉体还在，那么就能施展复活术，使其短暂的回到人间。换言之，在古埃及人眼里，冥界和人间其实都是供人类生存的世界，只不过状态不大一样。莫非这就是古埃及人执着于将肉体保存为木乃伊的原因吗？古埃及人可能真的学会了复活术。1888年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套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历史的亡灵书，清晰地记载着复活术的全部。整部书由沙草纸写成，署名作者则是一个名叫阿尼的人。根据考古学家的推论，这个阿尼大概率是法老或者是法老的书记员。那么书中到底记载了什么呢？根据亡灵书的记载，首先负责祭祀的人会将需要复活的人的身体制作成木乃伊，并将除开心脏以外的所有器官都剥离。在古埃及人看来，心脏是情感、记忆和智慧的所在之处，因而保留心脏的话，就相当于保留了一个人的人生。将器官剥离之后，祭祀者就会把整个尸体放在碱水中泡一泡，泡过之后再裹上沾有树脂的亚麻布。这就到了极为关键的一步，亚麻布上必须写满护身的咒符，并且在心脏这个位置还得加上一个圣甲虫的护身符。没有这个圣甲虫护身符，那么就别想有复活的可能。复活术进行到此，还只是完成了第1步的准备。第2步就是让亡灵进入冥界。亡灵书认为，冥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深渊，那里不但有火焰之海，还有一扇神奇的大门。推开这扇大门，灵魂就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生物，其中最为可怕的莫过于毁灭之神阿佩普。阿佩普穿梭在黑暗之间，时刻蹲守着灵魂，因此灵魂要想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就得先走过火焰之海，再避开各种各样的生物，还要远离阿佩普。走过这一关，灵魂才能到达马特之府。马特乃是代表真理与正义的女神，在这里将考验灵魂的正义度。当然，仅靠马特一个
个神也是不大可能的，因此会有42位神与马特一起审判灵魂。这也是说，如果一个灵魂想要成功通关，那么他必须让所有神相信自己在世的时候都是善良和正义的。可显然，哪怕是神都有可能做过错事，因此在灵魂为自己申辩的过程中，作为心脏护身符的圣甲虫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如果神发现灵魂做了件错事，但圣甲虫认为这件错事无伤他的善良，圣甲虫就会向神发出提醒，请允许这个灵魂进入下一关，而下一关就是对心脏纯洁的考验。来到这一关，心脏将要和羽毛一较高下。想要通关成功的方法很简单，只要灵魂的心脏比羽毛轻，就能证明它的纯洁。如果心脏比羽毛重，那么灵魂的心脏将被一旁的恶狗吃掉，永世不得安宁。通关第3关后，灵魂将见到传说中的太阳神拉。当然，拉在这只是一个引导灵魂走向奥西里斯的存在，而在奥西里斯那，灵魂将经受最后一关的考验。这一考验就决定了灵魂是重生还是进入轮回，又或是永远的堕落。古埃及真正的复活术究竟有多诡异？木乃伊只是最简单的一步。古埃及古籍亡灵书中记载，3个关卡才是重头戏。为了通关，古埃及人还是研发出了一系列的密码和咒术。在亡灵书记载的3个基本关卡是复活的基本前提，倘若灵魂在任意关卡失败，都意味着他走不到重生的那一步。如此一来，古埃及人就研发出了各种符咒，以对抗冥界的困难。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保护灵魂的心脏，这里也是所谓的圣甲虫。除此之外，古埃及人在裹尸布上写下的符咒也不可小觑。比如说，在灵魂接受众神考验的这一关，裹尸布上就有这么一段符文：你们切记我的身份，我就是你们其中的一员，我身体的任意部分都可以化身成为你。可能看到这儿，有些人不是很能理解，就靠这么一段话就能度过此关。在早期的文明历史中，由于尚未发展出需要实证的科学，人们判断事情的真伪往往会依托自己的说辞。比如说，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就靠着一张巧嘴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古埃及人也认为言辞是体现一个人真诚与否的最佳评判标准，因此如果一个灵魂能够说出如此真诚的言辞，那么大家都不会怀疑他所说的真实性。当然，古埃及人也考虑到了一些神可能不屑于灵魂的真诚，于是他们就写下了另一种方式的符咒。在亡灵书第29篇中就记载了这么一段话，请在座的诸位听清楚了，如果你们想夺走我的心脏，那么那些祭品你们也就享用不到了。享用不到祭品的神会怎么样呢？他们会无力的倒下，还会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，最后太阳神拉就会大怒，冥界也将不得安宁。好家伙，这些符咒不就是在赤裸裸的威胁神灵们吗？但从这里也确实可以看出，在古埃及人眼里，灵魂并不一定要对冥界百依百顺，他们之间也是存在正常的交易的。在这些符咒的帮助下，灵魂得到重生的几率也就大大的增加了。那么灵魂重生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亡灵书记载，当灵魂重生后，它就会回到最初的身躯里去，身体的各项机能就会开始恢复，现实中的家人也会带有先前的记忆，与之一道生活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人因为意外离世能够重生，对他而言肯定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当然，放在现代社会，复活术这个词汇本身就意味着不可能，是违反大自然基本规律的，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。但从亡灵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人那种敢于战胜死亡的勇气，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。其实与其期待不知有无的来生，不如痛痛快快的活在当下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